大家好，立春后要多吃西葫芦。春天的西葫芦口感鲜嫩，营养丰富，做成馅饼，出锅皮软馅香，即使放凉了也不会硬，连挑食的孩子都爱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2个西葫芦，先去头去尾，洗干净之后再用擦丝器擦成细丝。刀工好的话，也可以用刀切成细丝。全部擦好之后，往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再加入1勺白糖，给它腌一下。用筷子搅拌均匀，加入白糖腌出来的西葫芦，口感鲜嫩，有一股淡淡的甜味，非常好吃。搅匀后腌上10分钟，腌出里边的水分。趁这个时间来和面，大碗中先加入260毫升的温水，再加入5克的酵母粉。1勺白糖促进酵母发酵，先用勺子搅拌均匀，搅拌至白糖和酵母粉化开。然后少量多次的加入面粉，边加边搅拌。我这里大约加了300克的面粉，我们要多给它搅一会儿。最后搅拌成像这样细腻粘稠的面糊就可以了。盖上盖子，发酵至2倍大。接下来准备半块银耳放入碗中，加入1勺白醋，再加入多一点的温水给它泡发。加入白醋不但能去腥，还能使银耳快速泡发。先泡着备用。这时候我们的西葫芦也腌好了，看一下腌出了这么多的水。接着用手挤一下里边的水分，挤好之后先放入碗中，用手抖散备用。接下来把泡的银耳清洗一下，洗好之后用手挤一下里边的水分，然后放在案板上，去掉根蒂，再用刀给它切碎，尽量切得碎一点。切好之后放入碗中，往里面打入2个鸡蛋，加入1勺食盐入一个底味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腌一会儿会更入味。准备1根孩子们喜欢吃的火腿肠，先对半切开，再切成4瓣，最后切成火腿丁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1把小葱切成葱花，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把锅烧热，倒入少许的食用油，再加入1勺猪油，加入猪油吃起来会特别的香。油热之后倒入银耳鸡蛋液，给它炒一下，用铲子不停的翻炒，银耳搭配上鸡蛋，炒出来特别的香。最后炒至像这样粒粒分明的状态就可以，然后再加入切好的火腿丁，继续给它翻炒，把火腿的香味炒出来。炒香之后再放入葱花，再次翻炒均匀，炒出葱香味儿。最后炒至像这样粒粒分明的状态就可以，直接倒入西葫芦馅里面，加入少许的食盐调一下味儿，盐不要加多了，因为鸡蛋里边已经有盐分了。加入1勺花椒粉，
1勺麻辣鲜，最后加入1勺芝麻香油增香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。现在已经闻着非常香了。像这样我们的西葫芦馅料就调好了，先放一旁备用。这时候我们的面糊也醒得差不多了，打开盖子看一下，里面全是蜂窝状。用筷子搅拌一下，排出里边的空气。接着案板上多撒一点干面粉，把面糊取出来放在案板上，不用揉，给它整理成长条。再切成大小均匀的剂子，取一个剂子，不用揉，给它稍微的整理一下，再按扁，也不用擀面，用手轻轻的推开，推成一个圆形的面片。也不用太薄了，像这样就行。上面放上调好的馅料，多放点馅料才好吃。像包包子一样收口。把收口处捏紧实，再按扁，哪里厚压哪里。两面都要压，这样里边的馅料会更加均匀。像这样一个馅饼生胚就做好了。全部做好之后，给它放在案板上，然后盖上一层保鲜膜，24型发10分钟，这样做出的馅饼会更加的暄软。10分钟后看一下，我们的生胚已经变得胖乎乎的，并且拿在手里轻飘飘的，像这样就是醒好了。接下来电饼铛预热，刷上一层食用油。油热之后，依次放入我们做好的生胚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上面也刷上一层食用油，锁住水分，这样烙出来的馅饼外皮特别的柔软，而且还不容易破皮。然后盖上盖子，先烙上3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打开盖子给它翻个面，看一下底部已经金黄了，闻着太香了。继续盖上盖子，再烙上3分钟，再给它翻个面，这样受热会更加均匀。大约烙7到8分钟，烙至两面金黄，用铲子按压，能快速回弹，就可以出锅了。放入盘中就可以开吃了。像这样一道非常好吃的西葫芦馅饼就制作完成了，两面颜色金黄，非常的漂亮，不破皮不露馅儿。这个馅饼刚出锅吃，外皮有点酥脆，稍微的放凉，非常的柔软，一点也不发硬。掰开看看，里面满满的馅料，颜色漂亮，闻着特别的香。尝一下，馅料咸香适口，非常好吃。发过的面特别容易消化，非常适合老人和孩子们吃。关键是做法非常的简单，不用揉面，不用擀面，做起来特别的快速又方便。喜欢的朋友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！感谢您的支持。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